2026年6月中旬，河北衡水安平县大子文镇一里村一片再普通不过的麦田里，突然冒出了一块巨石。这块石头长约1.8米，通体发黑，表面布满裂纹，3-4个壮汉合力都挪不动。村民说，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种了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更诡异的是，村干部回忆，这块石头是在一场雷雨打雷之后才被人发现的，仿佛是从天而降，砸进了这片麦田。消息一传开，整个中文网络就炸了锅。河北地质大学的丁毅教授赶到现场勘验，给出的科学结论是，这是一种罕见的闪电熔岩，俗称雷击石。也就是说，当极强的闪电击中地表，瞬间的高温把泥土和沙石融化，再迅速冷却，就形成了这种表层黄绿、向下渐黑的玻璃质怪石。专家说，这块石头体积之大，在气象学、物理学、地质学上都有罕见的研究价值。可老百姓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模式硬度，也不是什么玻璃质。网友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调侃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很多懂行的人后背发凉。他们问，石头上没写字吧？朋友们，这句玩笑话的分量远比表面看起来要重。在我们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里，天降一石从来就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那么简单，它是一个符号，一个征兆，一个专门用来预示天下将要变天的符号。我们今天就从这块河北的怪石开始，一层一层往下挖，看看占卜师为什么要警告大家，立秋8月7日之后别轻易前往中国大陆，看看那本古老的春牛图到底藏着怎样的预警，也看看那个流传已久的骇人推演，洗死后的6天，这片土地上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先说这块石头背后的玄机。为什么老百姓一看到天降巨石，第一反应就是石头上会不会写字？因为在中国的历史剧本里，这套桥段实在是太经典了。秦朝末年，天下苦秦久矣，有人在一条鱼的肚子里塞了一块绢布，上面写着陈胜王3个字，又有人趁着夜色学狐狸叫，喊出大楚兴。紧接着，大泽乡的篝火就点燃了，秦帝国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大厦轰然倒塌。还有那块更出名的陨石，传说天上掉下一颗星，落地化作石头，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听说后龙颜大怒，把石头周围的居民全部处死，又把石头烧掉磨平。可那句谶语还是一字不差地应验了。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一遍又一遍地上演。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的前夕，民间流传一句话，莫道时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后来修治黄河的民工果然在河道里挖出了一个独眼石人，整个天下立刻就反了，红巾军揭竿而起，大元的江山从此分崩离析。汉朝末年，黄巾起义之前也是天下异象频生，地震、蝗灾、瘟疫接连不断，民间到处传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你看，每一次大的改朝换代之前，总有这样的征兆，这样的童谣，这样的怪石。这样的剧本还不止改朝换代的前夜，历史上每一次新旧权力的交替，几乎都伴随着一句谶语的流传。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天下大乱，民间就传出一句刘秀发兵补不到，四夷云集龙斗也。当时叫刘秀的人不止一个，可最后应验的偏偏就是那位后来建立东汉的汉光武帝刘秀。到了隋朝末年，又有一句桃李子，得天下的谶言传遍天下，说的是一个姓李的人将要取代隋朝。这个预言搞得隋炀帝草木皆兵，大肆诛杀姓李的权贵。可他防来防去，终究还是防不住那位太原起兵的李渊。而唐朝初年，宫中更有一句惊天的谶语，叫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太宗为此寝食难安，甚至想把军中一位小名带武字的将领杀掉，以绝后患。可天命难违，几十年后，那个真正应验谶语的人，竟是后宫一介女子武则天。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当天命要转的时候，任凭当权者如何防范，如何屠戮，都挡不住那股冥冥之中的力量。所以在我们老祖宗的观念里，当一个王朝气数将尽的时候，上天会用各种方式来示警，天上掉石头，地上裂大缝，河里挖出怪人，或者突然冒出写着字的东西。这些在科学家眼里
可能只是陨石、地震或者一场恶作剧，但在传统文化的眼睛里，这叫天垂异象，是改朝换代之前天地之间最后的提醒。古人把这套学问叫做天人感应，认为人间的师德与天上的异象是会互相呼应的。一个王朝如果倒行逆施，民怨沸腾，那么天地之间就会降下种种反常的现象作为警告。这套天人感应的学说并不是民间随口胡诌的迷信，而是被汉代的大儒董仲舒系统的整理出来，深深影响了之后2000年的政治哲学。董仲舒认为天和人之间是相通的，君王如果施行仁政，上天就会降下祥瑞，比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君王如果倒行逆施，残害百姓，上天就会先降下灾异来警告，比如水灾、旱灾、地震、日食。如果君王还是不知悔改，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天命的转移，也就是改朝换代。在这套逻辑里，一块突如其来的天降巨石，一场反常的旱涝，一次罕见的地动，都不是孤立的自然现象，而是上天写给人间的一封封警告信。所以当河北那块黑石破土而出，那些熟读历史的人之所以会心头一震，正是因为他们读懂了这封信背后那层几千年来从未改变的古老语法。所以当这块黑石头从河北的麦田里钻出来，当它恰好是在2026年这个被无数预言点明的年份冒出来，当它恰好出现在所谓赤马红羊的节年，网友那句石头上没写字吧，就不再只是一句玩笑，而是一种深植在民族集体记忆里的条件反射。我们的潜意识似乎在替我们发问，难道又要变天了吗？更巧的是，这块石头出现的地点也很有讲究。河北自古就是燕赵之地，是靠近京畿的腹心地带，一块遇事变局的怪石，不偏不倚地落在天子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这在笃信征兆的人眼里分量就更不一样了。它不是落在遥远的边疆，而是落在离权力中心最近的地方。古人说，泰山崩于前，往往先有征兆于微。这块石头会不会就是那个微小的征兆？要回答又要不要变天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一块石头，我们得把镜头拉远，看看这几年那些被反复验证的预言到底指向了什么。说到预言，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脑海里一定立刻浮现出帕克这个名字，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他了，我们直接看他这一两年说了些什么，又有哪些已经应验。早在2025年的年底，他就发布了对2026年的整体判断，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词，叫清算之年。他说，这一年许多被掩盖的谎言会被揭穿，会出现大量的诉讼，会有无数的真相浮出水面，而真正的转折点落在2月。各位想想，2026年的农历新年正好就在2月。过了这个新年，按照中国古老的历法，我们就进入了传说中的灾难之年，赤马年。帕克说，他看到的景象跟中国预言里赤马年的灾难高度吻合。紧接着，他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台海。他预测台海之间可能会发生一起飞机相撞或者潜艇相撞的意外事件，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偶然的擦枪走火，会成为导火索，让整个区域的局势迅速升级，连日本都会被卷进来。但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在这场冲突里，台湾不会被吞并，真正受到重创的是中国大陆这一方，经济会崩溃，社会会动乱，而最关键的是，习近平的权力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帕克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共政权的瓦解会像冰川式崩塌，冰川崩塌不是一瞬间的，它是先在某个地方出现一道裂缝，然后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直到某一刻，整座冰川以一种谁也挡不住，谁也逆转不了的方式轰然垮掉。他断言，2026年就是这道裂缝开始撕裂的关键转折点。那么崩塌之后呢？帕克描绘的后续更是让人震撼。他说，到了2026年的年底，中国会进入联邦化的初期，各地的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彻底崩溃，会开始各寻出路，不再完全听命于中央。再往后走，中国将不再是现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而是分裂成许多个自治的省份，最终走向一个类似联邦制的结构，甚至会变成像欧盟那样的松散联合体。
在那个新的格局里，民主制度会占据主导，边境会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贸易、自由往来。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太夸张了，怎么可能？但我们别忘了，帕克这个人曾经准确预言过川普当选、英国脱欧、新冠疫情，还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离世。就在今年年初，他预言伊朗会发生重大政变，结果新年刚过没几天，委内瑞拉的独裁者就被美国活捉，伊朗紧接着爆发暴动，一桩桩一件件，命中率高得让人不敢小觑。还有一件事更是让很多人啧啧称奇，帕克年初的时候曾经具体预言会有一名美国飞行员在冲突区坠机并被俘虏，随后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他当时还形容这会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精准行动，而不是全面开战。结果到了4月初，一架美军战机在中东上空执行任务时被击落，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躲避追捕，最终被特种部队救出。这几乎和他描述的剧本一模一样，一次又一次的精准命中，让人很难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除了东方的变局，帕克对2026年的整个世界也描绘了一幅动荡的图景。他预言，由于伊朗的战火加上台海的紧张，粮食和石油的价格会飞涨，欧洲的部分地区到2026年底甚至可能要实行临时的配给制。他还提到，石油外交会成为威胁世界的一根导火索，有人会打着宗教、种族、民族主义的旗号到处挑起事端，引发前所未见的社会动荡。他甚至预见川普可能会动用紧急状态的权利，这场争议会在美国的精英阶层里掀起激烈的辩论。但帕克反复强调，这场逼近的大战不会演变成全球性的核子大战，而是一系列高频率的局部闪击战。他把这几年的痛苦看作是通往2030年那个和平世界的必经之路，是一个大痛苦与大喜悦并存的特殊年代。关于中国的未来，帕克讲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细。他说，这场崩塌不会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全面内战，而更像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因为内部失血过多而缓慢却不可逆地解体。中央政府会先失去对财政的掌控，接着失去对地方的掌控，最后失去对军队的掌控。他预见会有一段权力真空的混乱期，但这段混乱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各个地方为了自保会迅速建立起新的秩序。他甚至乐观地判断，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会在经历最初的阵痛之后，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年代。长期被压抑的创造力会像春天的野草一样瞬间爆发出来。他形容那将是一场迟到了很久的觉醒。各位想一想，这幅图景是不是和纳迪叶里那个重启的概念又一次严丝合缝地对上了？更重要的是，帕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自己也说过，他咨询过印度那群最神秘的纳迪叶解读师，他们解读出来的未来跟他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纳迪叶里有一个核心的词叫重启，意思是中国这片土地会经历一次彻底的政权崩溃，然后重新开始。孙中山先生当年倡导的那种现代民主社会会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而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宏斌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做的剖析，竟然和这些古老预言严丝合缝地对上了。袁宏斌判断，引爆这一切的可能有2个节点，一个是养老金的破产，一个是台海的战争。他认为习近平发动台海之战几乎是一种宿命，而一旦战败就会引发人民的起义。他把这个叫做新一场辛亥革命，最终会掀开中国自由民主化的大幕，建立一个全新的采取联邦制的中华民国。他甚至引用了远古时代老百姓诅咒夏桀的那句话：十日河丧，与己汝皆亡。意思是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灭亡？我宁愿和你同归于尽。他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民间积压的怨气已经到了一个何等危险的临界点。预言和现实就这样诡异地交织在了一起。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如果那个权力的核心真的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那紧接着的那几天，这片土地上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习死后的6天。我们必须说清楚，这是一种基于预言和分析的推演，是一种对未来可能性的描绘，并不是说它已经发生了。事实上，
就在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2026年，那位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本身就疑云重重。我们来看一组公开的、令人玩味的时间线。2026年5月26日开始，习近平突然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一连10天杳无音讯，直到6月5日才重新露面，会见来访的辽国领导人。按照中共的惯例，政治局每个月底都要开一次会，研究部署重大事项。可是整个5月，官方没有公布任何一次政治局会议。一位俄罗斯知名的政治爆料人甚至放出消息，说习近平在5月25日到26日的夜间突发心脏病，6月初又发作了2次。虽然6月17日他访问哈萨克时，下飞机的步伐看起来还算稳健，让这个心脏病的传闻显得扑朔迷离，但台湾的命理专家吕孟宗早在年初就公开预言，习近平2026年的健康一定会出问题，而且是内脏方面，比如胰脏或者心血管问题很严重。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段时间的人事变动异常频繁，新疆的书记马兴瑞被突然撤换，多位军工系统的高官接连失势。这些信号被很多分析人士解读为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可能正在发生某种微妙而剧烈的松动。早在去年，外界就观察到大量军方高层被清洗，有人把这个场面比作当年史达林对红军的大清洗。独裁者最害怕的从来不是无能的下属，而是那些太能打、太有威望，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所以你看，当预言说到那个冰川式崩塌的裂缝，现实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出现了第一道纹路。我们把这条时间线再捋得细一点，今年以来，关于这位最高领导人健康的传闻几乎就没有断过。年初的时候，就有海外的消息说，他的身体出现了状况，走路的姿态、握手的力道都和过去不太一样。到了5月底那神秘消失的10天，更是把各种猜测推上了顶峰。有人说他在养病，有人说他被架空，也有人说那是高层之间一场无声较量的关键时刻。我们无法核实这些消息的真假，但有一个现象是公开的，那就是这1-2年来，军中和政坛的高层换人换得异常频繁，一个又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心腹的人物接连从权力的舞台上消失。帕克说的那场深宫政变，从来都不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枪林弹雨，而更可能是这样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在一间病房里，在一份文件上，在一次本该召开却没有召开的会议里，悄然完成最高权力的更迭，有时候安静的可怕。那么，按照帕克的描绘，按照袁宏兵的推演，假如那个权力中枢真的在某一刻突然垮掉，第一天会发生什么？第一天恐怕是死一般的寂静和水面下疯狂的暗涌，所有的官方媒体会陷入一种诡异的沉默，新闻联播照常播出，但敏感的人能嗅到不对劲。真正的权力争夺会在深宫内部以最快的速度展开。帕克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他预见的不是一场武装起义，而是一场发生在深宫内部的政变，也就是透过医疗手段或者行政软禁，让那个人失去决策权。袁宏兵也提到过类似的剧本，他说军中早有人涉嫌在台海战争时兵变，图谋取而代之，所以第一天看似平静的中南海内部可能已经是刀光剑影。一个强人倒下的瞬间，往往不是混乱的结束，而是更大混乱的开始。因为原本被一个人死死压住的所有矛盾，会在同一刻全部松绑。第2天到第3天，消息会像水一样渗出来。在这个资讯封锁的年代，再严密的墙也挡不住人心。海外的媒体会开始爆料，社交平台上会出现各种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官方越是沉默，民间的猜测就越是疯狂。而帕克预言里那个最致命的环节，会在这时候启动地方政府的离心。各地的官员本就因为财政崩溃而对中央心怀不满。袁宏兵描述过那种景象，县级以下的政府几乎破产，官员的奖金没了，工资拖欠了，警察系统消极怠工，有的甚至对反共的人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中央失去那个能让所有人恐惧的核心时，这些地方诸侯会开始盘算自己的退路。一个只靠恐惧维系的系统，当恐惧的源头消失，崩解的速度会快得超乎所有人想象。第4天到第5天，可能就是帕克所说的各寻出路的开始。
某些经济发达、财政相对独立的省份可能会率先表现出一种事实上的自主，他们未必会公开宣布什么，但在执行中央命令时会变得越来越含糊，越来越拖延。这就是冰川崩塌时第一批脱离主体的伏兵。历史上每一次大一统王朝的瓦解，几乎都是从地方的尾大不掉开始的。从汉末的群雄割据到唐末的藩镇各自为政，剧本惊人的相似。与此同时，被压抑已久的社会力量会开始试探。袁宏兵预判过，那2亿5千万的农民工，还有大量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他们积压的绝望会在这个权力真空的缝隙里寻找释放的出口。到了第6天，整个格局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高度集权结构，在失去顶端的那个铆钉之后，会以惊人的速度暴露出它内部所有的裂痕。这就是帕克所说的冰川式崩塌，先出现裂缝，随后是大规模且不可逆的崩溃。我们再强调一次，这6天的推演是把帕克的冰川式崩塌、袁宏兵的政权瓦解，还有历代王朝覆灭的规律叠加在一起的一种沙盘模拟，它未必会分毫不差地上演。真实的历史往往比任何剧本都更出人意料。也许那个权力中枢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许崩塌会来得更慢，也许会有我们完全想不到的变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把所有权力、所有恐惧、所有矛盾都死死压在一个人身上的系统是极其脆弱的。它看起来坚不可摧，可一旦那根顶梁柱出了问题，整座大厦随时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生连锁式的崩解。这正是所有强人政治共同的死穴。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回到那位占卜师最具体的一条警告了。他说，立秋8月7日之后，别轻易前往中国大陆。为什么偏偏是立秋？为什么偏偏是8月7日？我们先把时间定准，2026年的立秋落在8月7日的傍晚，具体是晚上7点42分。它是24节气里的第13个节气，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立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主宰天地的能量从夏天那股向上的、炎热的、属于阳和火的力量，开始转向秋天那股向下的、肃杀的、属于阴和金的力量。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向来极为看重。各位，肃杀这2个字是理解这条警告的钥匙。为什么古代要秋后问斩？为什么民间有秋后算账这个说法？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秋天是天地之间杀气最重的季节，春天主生，夏天主长，到了秋天就是收敛，是肃杀，是清算。古代的死刑大多要留到秋天才执行，因为要顺应天时的肃杀之气。古人认为春夏是万物生发的时节，不宜杀戮，只有等到秋天肃杀之气降临，才合乎天道。立秋之后，那股属于收割、属于了结的能量正式登场，万物从繁茂的生长开始转向凋零和成熟，这是天道运行不可违逆的节奏。我们的老祖宗把这套顺应天时的观念落实到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在古代，立秋之后，朝廷往往会举行一个叫做迎秋的仪式，天子要亲自到城外去迎接秋天的肃杀之气。古书里记载，立秋这一天，皇帝会换上白色的衣裳，因为在五行里，秋天属金，对应的颜色就是白。从这一天起，天地之间那股属于审判、属于了结的能量就正式接管了这个世界。古代处决犯人讲究的是秋决，也就是要等到秋天才集中问斩。所谓秋后问斩，正是这个道理。因为在古人看来，春夏是天地生养万物的时节，动刀动斧是违背天和的，只有等到金风一起，肃杀之气降临，了结旧账，清算罪愆，才算顺应了天道。所以在传统的观念里，秋天从来就不只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它更是一个清算的季节，一个了断的季节。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占卜师为什么偏偏要把那条警告定在立秋这个时间点上。现在我们把这个和帕克的预言对照一下。帕克说2026年是清算之年，清算不就是秋后算账吗？而立秋
正是这场大清算在能量层面正式拉开帷幕的时刻。从五行的角度看，这就更有意思了。中国民间自古就认为，每一个王朝都对应着金木水火土当中的某一种属性，这叫做五德。当一个王朝所对应的那种德运从盛走到衰，从有走到无的时候，改朝换代就会发生。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从这个角度看，几乎都遵循着某种内在的规律，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五德忠始。而当今这个被称为红朝的政权，它崇尚红色，红色在五行里属火。立秋之后，当肃杀的金气开始当令，金是可以克制火的，这股力量正在抬头。按照这套古老的逻辑，红朝所代表的火德，在这个秋天可能正迎来它由盛转衰的关口。火再旺，一旦遇上当令的金秋之气，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正是天道循环最朴素的道理。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看起来气势惊人，可火的本性恰恰是烧得越旺，熄灭的也越快。所以占卜师的警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从立秋这个能量的转折点开始，那片土地将进入一个剧烈动荡、难以预测的清算期，各种冲突、各种变故可能会在这之后集中爆发。帕克也预言过，2026年世界会处于战争的边缘，会有一系列高频率的局部闪击战。如果你在那个节点贸然前往，万一边境突然管控，万一局势突然失控，你很可能会被困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就是这条警告背后的全部逻辑。它不是危言耸听，它是把古老的节气智慧、五行学说和当下的预言叠加在了一起。聊完了立秋，我们再来翻一翻那本更古老的天书《春牛图》。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对春牛图很陌生，但对我们的长辈来说，这是老黄历里每年必看的东西。春牛图配上地母经，被认为是窥探一整年天命的窗口。它用最朴素的农耕视角，预演了一年的气候、收成，还有民生的祸福。我们的祖先相信，知天命，尽人事，先看懂老天爷给的剧本，才能提前做好准备。那么，这本天书对2026年丙午年到底写了什么？地母经一开篇就点明了2026年的核心危机。他说，太岁丙午年，春夏多洪水。这句话非常值得玩味。丙午年，天干是丙火，地支是午火，按理说是火气冲天的火马年，本应该是干旱才对，可天书偏偏说春夏多洪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物极必反的智慧。阳气过盛，反而会引发阴阳失调的极端天气，火气热到极点，就会招来狂风暴雨。所以这预示着2026年的雨很可能不是温润的细雨，而是突发的、破坏力极强的暴雨和洪涝。地母经还警告说，堤源遭水冲，地是低洼的地方，无论是地理上的低地，还是城市里排水不畅的地方，都要格外当心。更妙的是，丙午这一年的纳音叫做天河水，一个火气烧到顶的年份，命理上却偏偏带着一个天河水，天上的银河之水倾泻而下。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一幅水火激烈交战的画面，火旺至极，而水从天降，这一年注定是不平静的，是充满剧烈变动与冲突的一年。水火相战，在传统的解读里，往往就对应着动乱，对应着新旧势力的激烈碰撞。不止如此，地母经对丙午年还有更可怕的描述，提到了鲁卫多疫灾，还有6处瘟疫的字眼。这意味着这一年不仅有水患，还可能伴随着疫病的流行，尤其要当心肉类食品的卫生。你看，水灾、火气、瘟疫，这幅景象是不是和帕克预言里天灾、疾病走向崩溃边缘的描述又对上了？不过地母经在示警的同时，也留了一句指引，叫丰人好田桑，偏好宜高冈。意思是，想要平安丰收，就要往高处走。无论是居住的地势，还是投资的选择，都要往稳固的高地靠，远离那些低洼危险的地方。我们再看春牛图本身的细节，那更是一套精密的符号系统。按照记载，2026年的这头春牛，头是红色，身子是红色，肚子是黑色，而旁边那位牵牛的盲神穿着红衣，系着黑色的腰带。各位注意这个配色，通体的红配上沉沉的黑红，
象征着那望到极致、即将反噬自身的火。黑在五行里属水，象征着洪水，也象征着那即将到来的收敛万物的肃杀与终结。一头红身黑腹的牛，仿佛就是这个火旺水困、盛极而衰之年的最佳写照。而那位牵牛的盲神身上的每一个细节也都暗藏玄机。古人看春牛图，不只看牛的颜色，更要看盲神的穿着和站位。盲神穿不穿鞋，裤脚是卷起还是放下，帽子是戴着还是挂在身边，站在牛的前面还是后面，都对应着一整年不同的气候和年景。盲神站在牛前，通常意味着这一年的节气来得早，农时要赶紧。盲神光着脚，往往预示着这一年雨水偏多，地面泥泞。而2026年这位系着黑腰带的盲神，那一抹沉沉的黑落在腰间这个枢纽的位置，在传统的解读里是水气缠身的象征，呼应着地母经里春夏多洪水的那句警告。一头红身黑腹的牛，配上一位红衣黑带的盲神，整幅春牛图的底色就是水与火的激烈交锋，是繁盛与肃杀的同台对峙。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样一套看似简单的图画，把一整年的天机悄悄藏在了牛的颜色和盲神的衣着里。而且2026年丙午对应着一个说法，叫害太岁。地支里午与其他生肖之间有相害的关系，太岁一动，往往对应着人事的不安、是非的增多、暗中的破坏。把这套命理放大到整个天下来看，一个害太岁的年份本身就带着动荡与摩擦的底色。古人观天象、看历数，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为了让人在风雨来临之前能多一分准备，多一分敬畏。从天降的雷击石，到立秋的肃杀金气，再到春牛图的红身黑腹，这些征兆像是约好了一样，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可故事还没完，因为标题里还有一个我们没解开的谜：五蛇现世。蛇在我们的文化里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生物，它被称为小龙，既是吉祥的图腾，又常常是凶险的征兆。我们的始祖伏羲和女娲，传说中就是人首蛇身的形象。道教北方的大神玄武也是龟蛇相缠之状。可以说，蛇这个意象深深地缠绕在我们民族的根上，它能蜕皮重生，所以象征着生命的循环与更替。它没有四肢，却能穿缝入洞，行动诡秘，所以又带着一种神秘与不可测。尤其当蛇成群出现，或者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时，老祖宗的解读往往非常严肃。我们先说一个民间最朴素的认知，老人们常说，燕子低飞蛇盘到，大雨不久就来到。蛇本是穴居的动物，当大量的蛇突然爬出洞穴，爬到路上，往往是大雨、洪水，甚至地震来临前的预兆。动物对天地能量的变化远比人类敏感，所以群蛇出洞在传统的眼睛里本身就是一个大灾将至的凶兆。这和地母经春夏多洪水的预警又一次重合了。在12生肖里，蛇排在第6位，地支叫做巳。有意思的是，巳时对应的是上午9点到11点，正是阳气最盛，准备转向的时刻。而蛇的下一位就是午马。各位有没有注意到，2026年正是午马年，从巳蛇到午马，这在传统的时序里本身就是一个能量交替的关口。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蛇是龙的雏形，一条蛇若是修炼得道，便能化蛟成龙，这叫做小龙升格。所以蛇的出现常常被看作是真龙将起、救主将役的征兆。当一条蛇开始蜕变，意味着一个旧的形态即将被打破，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蛇蜕皮的那一刻是死亡，也是新生。把这个意象放到一个王朝的兴衰上，那条盘踞已久的旧蛇若是要蜕变或者被取代，往往就对应着一场天翻地覆的更替。但蛇的象征远不止天灾这么简单，它还直接和改朝换代绑在一起。我给大家讲2个正史里记载的故事，你听完就明白为什么五蛇现世这么让人心惊。第一个故事出自《左传》，说的是郑国的都城门口有一条城里的蛇和一条城外的蛇打了起来，最后城外的那条蛇把城里的那条蛇咬死了。这件事在当时被解读成一个重大的政治预言，
它象征着一位流亡在外的公子将要回国取代现在在位的国君。后来果然应验了。第二个故事出自《汉书》。汉武帝的时候，赵国发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一条城外的蛇游进了汉文帝的庙里，又把庙里那条城内的蛇咬死了。当时的史官解读，这预示着汉文帝的后代要出大事。果然，没过2年，一个叫江充的人挑拨汉武帝和魏太子的关系，掀起了那场血流成河的巫蛊之祸，把太子给害死了。各位听出这里面的玄机了吗？城外的蛇咬死城内的蛇，这个意象在我们的历史里反复的、精准的预示着一件事：外来的力量将要取代盘踞在权力中心的旧势力。那条盘踞在庙堂之上、城池之内的蛇就是当权者，而那条从城外杀进来的蛇就是颠覆他的新生力量。如今五蛇现世，如果一条城外的蛇就足以预示一个王朝的更替，那么五蛇齐出，这个征兆所指向的变局又该是何等的剧烈。而5这个数字恰好对应着五行，对应着金木水火土的完整轮转。五蛇现世是不是也在暗示一轮完整的五行更替，一次彻底的德运转换正在到来？而蛇与这片红色土地的渊源还有更深的一层。我们都知道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刘邦在芒砀山斩杀了一条拦路的大白蛇，后来有人说那条白蛇是白帝之子，而刘邦是赤帝之子，赤就是红，是这条红色的真龙斩杀了旧的白蛇，才开创了强盛的大汉王朝。秦末刘邦能起义成功，这条白蛇的传说正是给了天下人一个改朝换代的天命依据。你看，红色的力量当年是靠斩蛇而兴起的，可历史的剧本最是吊诡。今天这个崇尚红色的政权，当蛇再次成群现世，当城外的蛇开始向城内的蛇发起致命一击，这究竟是吉还是凶？是红色力量的延续，还是那句古老谶语的应验？红朝气数将尽，当年靠斩白蛇而兴的赤帝子，最终也逃不过王朝兴衰的循环。历史从来不会偏爱任何一种颜色，盛极必衰，这是刻在天道里的铁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例外。把这些线索全部串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2026年这个丙午年，这个赤马年，它被太多的预言同时点明了。中国民间流传一个说法，叫赤马红阳节，指的是每逢丙午年和丁未年，也就是赤马之年和红阳之年，天下往往会大乱，会有大灾、大难、大血光。这是一个60年一遇的轮回。我们不妨往回看60年，上一个丙午年是1966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10年浩劫，毁人无数。整整60年过去，一个完整的甲子轮回，到了2026年，这个赤马之年再次降临，历史会不会再一次在这里转弯？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这个赤马红阳的说法在历史上其实一次次的对应着动荡。每逢这样的年份，王朝更迭、兵灾战祸、天灾人祸似乎总是格外密集。古人把这种现象记录下来，总结成了赤马红阳节这4个字，作为一种对后人的警示。这未必是迷信，也可能是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某种周期性规律的朴素观察。我们不妨再多举几个例子。历史上的丙午丁未之年确实常常和大事连在一起。往近了说，刚才提到的1966年丙午年文革爆发，那是何等惨烈的一场浩劫。再往前推一个甲子，到清朝末年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王朝的根基也在剧烈动摇。古人之所以对这2个年份格外警惕，正是因为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一次次目睹每逢赤马红阳，天下总是不太平。有人说这是巧合，可当巧合一再重复到形成一种规律的时候，先民们就把它郑重地记了下来，传给后世。这未必是要吓唬谁，而更像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告诉后人，遇到这样的年份，凡事要多留一分小心，多存一分敬畏。毕竟趋吉避凶本就是我们老祖宗观天策象最朴素也最深切的初衷。其实预示这场巨变的远不止赤马红阳这一个说法，我们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盛产预言的民族。唐朝有一本奇书叫《推背图》，
由袁天罡和李淳风两位高人所作，据说预言了之后1000多年的兴衰治乱，一项一项环环相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这本书又敬又怕，甚至屡屡下令禁止，可它还是顽强地流传了下来。明朝的开国军师刘伯温也留下了烧饼歌，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暗藏天机。这些古老的谶纬之书虽然字句隐晦，意象朦胧，但千百年来总有人从中读出王朝更替的密码。当这些尘封的古老预言被一页页重新翻开，当人们发现他们似乎都隐隐指向当下这个时代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格外令人心惊的，仿佛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古人就已经隔着漫长的时空在向我们发出一声悠远的警示。除了推背图和烧饼歌，我们中华还有好几部同样神秘的预言奇书。三国时期，诸葛亮据说留下了马前课，短短几课却把之后上千年的朝代更迭说得一一应验。北宋的易学大家邵雍相传写过梅花诗，用10首诗预言了从宋朝一直到后世的种种兴亡。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字句都极其隐晦，充满了拆字、谐音和各种隐喻，平时你根本看不懂他在说什么，可往往要等到某件大事真正发生了，人们回过头去再看，才会惊觉，原来几百年前的古人早就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把这件事写了下来。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的皇帝对这些书既敬畏又恐惧，他们怕的不是书本身，而是怕这些预言一旦在民间流传开来，会动摇人心，会让老百姓相信这个王朝的气数真的快要到头了。一句谶语有时候比千军万马还要可怕，因为它瓦解的是人心。不只是中国的预言，帕克背后的纳迪叶，印度的小神童阿南德，西方的种种预测几乎都把2026年标记为一个全球格局巨变的起点，而中国是这场巨变最核心的舞台。当东方古老的赤马红羊节遇上西方灵媒口中的清算之年，遇上印度纳迪叶里的重启，遇上河北麦田那块不写字却胜似写字的怪石，遇上立秋肃杀的金器，遇上春牛图红身黑腹的警示，遇上五蛇现世的古老凶兆，遇上推背图里那些隐晦的谶语，所有这些来自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声音，竟然在2026年这一个点上奇异的汇合了。这种汇合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巧合还是天意？我想，作为一个理性的现代人，我们当然不必把每一个预言都当成铁板钉钉的事实。占卜师会错，黄历会有偏差，地震和陨石终究有它科学的解释。那块河北的怪石，科学上确实就是一块雷击石。帕克自己也反复说过一句话，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预言描绘的从来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而是一种如果不改变就最有可能走向的趋势。把所有预言都当真是迷信，把所有预言都当成笑话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傲慢。真正聪明的态度是既不盲从也不轻慢，而是从这些讯息里读出时代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但我们也不该对这种跨越文明的共振视而不见，一笑置之。当这么多独立的源头从这么多不同的角度都指向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年份、同一种巨变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我们严肃对待的信号。它至少在提醒我们，2026年到2030年这几年是一个极不平静的时期，一个旧的结构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无论它最终是剧烈的崩塌还是艰难的转型，这片土地乃至我们整个世界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问，那这条立秋之后别去大陆的警告，我到底要不要当真？我想理性的看，无论你信不信预言，有几件事都是值得留意的。2026年下半年，大陆的经济压力、社会的张力本来就在持续累积，地母经也预警了水患和疫病，再加上海峡两岸的局势本就敏感，所以哪怕完全不谈玄学，单从现实的风险来看，这段时间如果有大陆的行程，多留一个心眼，多做一手准备，总是没有坏处的。预言的价值有时候不在于它一定会应验，而在于它提醒我们在大变局的前夜
要多一分警觉，少一分侥幸。安全永远是回家的唯一路标。而帕克的预言里其实还藏着一份难得的温柔，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受人欢迎的原因。他讲灾难，讲崩塌，讲血光，但他讲完之后总会给人留一个盼头。他说2026年到2029年是极度黑暗的时期，但这些黑暗是为了把那些旧有的、邪恶的、专制的结构连根拔起。他相信这几年也会有一场属灵的战争，一场延续了千百年的善恶之争，而这场战争真正的战场不在天上，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他甚至预言传统的宗教体系在这几年里会经历剧烈的重组，最终去掉那些教条的糟粕，回归到爱与合一的核心。熬过这段阵痛，到了2030年，人类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基于心灵连接的文明。在那个时候，科技不再是奴役人的工具，而是辅助人们灵性成长的媒介。崩塌的尽头是重生，肃杀的秋天之后，终会迎来下一个春天。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那块石头，河北麦田里那块不会说话的黑石，它到底有没有写字，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无数双眼睛看着它，无数张嘴问出那句石头上没写字吧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人心早已给出了答案。人心思变这4个字本身就是天地之间最大的那道谶语。任何一个政权，当老百姓开始普遍期待它的终结，当一块普通的石头都能让人联想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它真正的危机其实早就来了。古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的向背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立秋8月7日，那个能量转折的时刻就要到了。这之后的世界会怎样走，没有人能完全说准。我们能做的是保持清醒，是看懂这些征兆背后的脉络，是在大时代的洪流里守好自己的那份平安与智慧。记住地母经那句叮嘱，往高处站，往稳处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我们正是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见证者。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看似荒诞却次次应验的预言故事，以及即将到来的2026年会发生什么惊人事件。别以为只有古代人才相信星象，现代娱乐圈和政坛都藏着神秘的预言家，每条预言都应验的传闻是真是假。白宫内部真的流传着一本秘密星座日历。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许多占星师和预言家都对2026年发出了警告，甚至点名某些人要特别小心。今年究竟有多不平静？让我们从头说起。说到现代的预言传奇，我们不得不提一位女星莫小琪。她原本是演员，却因为一次又一次神准的星座预测，被网友封为娱乐圈第一预言家。每条预言都应验，听起来像炒作标语，却有真实案例支撑。时间倒回2014年，莫小琪主持了一档星座主题的明星脱口秀。节目里，她根据西方占星术解析明星们的星盘，做出大胆预言。刚开始这节目并不火，许多观众只当作娱乐谈资，毕竟让一位女明星来给其他明星算命，谁会当真呢？但随着岁月流逝，她节目中的预言一个个成真，这才引发网友倒带挖掘，惊呼当年的她简直是神算子。举几个莫小琪的经典预言，她曾对女星袁姗姗说过，你之后事业会上升。果然，第2年袁姗姗凭借健身练就的马甲线爆红，被封为马甲线女王。莫小琪还预言了当时正在恋爱的陈晓和陈妍希感情修成正果，结果没多久两人就闪电订婚，步入婚姻。甚至连知名编剧宁财神他都提醒对方要小心，惹上牢狱之灾。后来宁财神果然因吸毒丑闻事业尽毁，被娱乐圈封杀。还有歌手戚薇，他大胆断言戚薇将奉子成婚，意思是先有孕再结婚。当时戚薇还笑着说怎么可能，结果真在不久后公开怀孕讯息闪婚，令粉丝跌破眼镜。这些成功案例让莫小琪赢得了信誉，而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是几条石破天惊的预测，当时听来匪夷所思，事后应验的令人背脊发凉。其一，他曾给演员高云翔算过命。在节目中，莫小琪语带玄机的对高云翔说，你啊，是水蜜桃型的男人，
代表你有很多秘密桃花，尤其是在2、3月份，会冒出一段见不得光的桃色事件。高云翔听了有些尴尬，还笑着摆手说自己很爱妻子董璇，怎么会有什么桃花？但莫小琪只是神秘一笑。结果呢？时间来到2018年3月，高云翔在澳洲拍戏期间爆出了性侵丑闻，被捕震惊各界。当时网友们翻出莫小琪4年前的节目片段，才发现他早就剧透了高云翔在3月会有大麻烦，而且正是和秘密烂桃花有关。高云翔官司缠身，事业一蹶不振，与莫小琪预言的细节丝毫不差，让人大呼毛骨悚然。其二，莫小琪提到过张韶涵将在2017年翻红。张韶涵 Angela 张曾是华语乐坛天后，但后来因家庭纠纷和健康问题沉寂多年。2016年前后，张韶涵状态平平，乐坛新人辈出，几乎没人相信她还有大红的机会。然而莫小琪从星盘推算，语出惊人，张韶涵在2017年会事业翻红，重新大放异彩。果不其然，2017年底到2018年初，张韶涵参加内地歌手节目，以一曲《阿刁》惊艳全场，人气迅速飙升。沉寂10年的她成功翻红，再次站上事业高峰。当观众为张韶涵的东山再起喝彩时，才发现原来莫小琪早有预言。难怪有人感叹，娱乐圈的剧本莫小琪好像提前看过。莫小琪的神准还不止于此，他甚至对当红偶像蔡徐坤的星途做过预测。根据莫小琪的占星分析，蔡徐坤在2020年至2022年会发展迅速，事业爆棚，不仅推出更好的音乐作品，还能成功塑造正面形象。但到了2023年，他在感情生活上会遇到风波，招致舆论压力。这番话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然而到了2023年中，蔡徐坤果然陷入私生活风波，被爆出与女性发生纠纷，形象受损，一度成为媒体攻击焦点。这又一次印证了莫小琪的预见，不禁让人好奇，他是如何从星象中看出这些端倪的呢？随着一桩桩预言成真，曾经不温不火的节目片段如今在网上疯传，网友惊呼每条预言都应验，莫小琪简直是乌鸦嘴，说啥中啥。当然，理性地说，莫小琪的预测未必100%准确，他也曾预言某些明星会在某年结婚，但并未发生，只是他命中的几条实在太过显眼，才造成条条应验的传奇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明星圈谈论未来走势，莫小琪现在备受推崇，甚至被称为预言女神。许多粉丝半开玩笑地说，莫小琪说你会红，你就一定要挺住了，天命不可违啊。也有人感慨，难道冥冥中早有注定？连明星们的爱恨情仇都写在星盘里。如果说娱乐圈相信星座只是图个心理安慰，那么接下来这桩事可是连美国白宫都牵涉其中。你或许想不到，美国历史上还真有总统夫人深信占星术，甚至据传白宫内部备有一本秘密星座日历，用来指导总统的行程安排。这听起来像阴谋论，却有真实的背景故事。事情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雷根 （Ronald Reagan） 在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然而，1981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让第一夫人南希·雷根开始对星象产生浓厚兴趣。雷根遇刺。1981年3月，总统雷根遭遇刺客枪击，虽然最后捡回一命，但这场惊魂彻底吓坏了南希。身为妻子，她深深恐惧丈夫再遇意外，于是想到求助超自然的力量星象占卜。南希·雷根悄悄联系了一位加州旧金山的著名占星师琼·奎格里 Joan Quigley。 这位琼女士家境优渥，从小研习星座，占星圈颇有名气。南希请她根据占星术来为总统的日程把关。从此，白宫内部开始出现一个隐秘而奇特的现象，凡是重大活动、出访、演讲，甚至总统手术的日期时间，南希都会先请占星师算个黄道吉日。据说雷根总统的一些重要演说和外交行程都避开了琼奎格里提醒的星象不利日，改在吉星高照的时刻举行。例如1985年雷根第2任期就职典礼原本定在中午，但在占星师建议下，硬是改在11点56分举行，为的是追求某颗吉星拱照。
又比如里根每次搭乘空军1号出行，都要挑一个星象和平的时间起飞降落。一时间，星座成了白宫高层心照不宣的行动指南。南希甚至据传准备了一份星座日历，标注每一天各种行动是否吉利，供幕僚们参考。有幕僚回忆说，那段时间白宫每天都过万圣节，因为大家做决定前先得看看星象。这种情况一直隐藏了好几年，直到1988年，时任白宫幕僚长的唐纳德·里根将军 Donald Reagan 在回忆录中爆料，白宫许多行程安排都要看南希的那位占星师脸色。消息一出，举国哗然，美国媒体大篇幅报道此事，调侃总统的决策难道要看水星逆行吗？舆论哗然之下，雷根夫妇赶紧出面澄清，声称占星师从未影响国家政策，只是帮忙挑选安全的日子。不管真相如何，白宫相信星座的传闻自此尘嚣而上。人们戏称南希·雷根是白宫巫婆，掌管着美国的神秘时间表。除了南希之外，历史上还有不少权势人物笃信星象，百万富翁不信星座，亿万富翁才信。这是传说中金融巨头 J.P. 摩根说过的话，点出那些真正的大人物更爱寻求星辰指引。二战时期，据说英国情报单位还特地研究过希特勒的星盘，因为希特勒本人也深信占星与神秘学，甚至他身边有专属的占星顾问，一度预言德军会在某月攻势大胜。尽管结果未必灵验，但希特勒对此宁可信其有，对战争决策产生了某些影响。再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克林顿也被传在年轻时期研究过占星，据说他在白宫期间曾默默关注星座资讯，作为辅助参考。看来不论东西方，古今中外，人们在面对不可测的未来时，总愿意借助一点星辰的智慧。白宫的秘密星座日历或许只是传言，但背后透露的真相是，就连世界上权力最高的人群都难免对星象心存敬畏。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提中国自己的传统，帝王们自古也讲究择日占星，只不过用的是中国的黄历和占星术，如推背图、紫微斗数。这与西方黄道12星座是两套体系，但相通的是，无论哪种文化，当人类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时，总想抬头问问天上的星星该怎么走。既然星座占星能让这么多人深信不疑，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12星座的概念又是从哪来的？其实，星座学说的历史几乎和文明一样悠久。我们今天熟知的白羊、金牛、双子这12个西方星座，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在两河流域的漫漫长夜里，古人抬头仰望满天繁星，发现某些星星组合似乎在一年中特定季节出现，便将天区划分为12等份，以方便农耕和航海。古巴比伦人用他们神话中的生物为星群命名，譬如半人马、巨蟹等等，这就是12星座最早的雏形。后来，古希腊人继承了这套系统，并赋予星座以希腊神话的名字。宙斯化身的白牛成了金牛座，海神波塞顿的武器三叉戟对应宝瓶座及水瓶，美丽的仙后变成仙女座。每一个星座背后都有一段传奇故事。到了托勒密时代，约西元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将黄道12星座体系整理完善，形成了占星术的基础。再往后，罗马帝国时期，这套占星学说传遍欧亚，成为中世纪占星师为国王贵族服务的玄学指南。黄道12星座的本质是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黄道上划分的12个等份区域，太阳每年会依次路过这12个星座，古人就以太阳位于哪个星座来推算那个月份的气候农事，同时也渐渐演变出对出生于该时段人们性格命运的解析。这其中渗透着一种古老信念，如在天上，亦如在人间。人们相信天上的星辰位置会对人的性格和命运产生影响，因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当然，现代科学早已揭示，2000年前确定的星座位置，如今因岁差现象已经略有移位，而且大量严谨研究也未发现出生月份与人格、命运有统计相关。然而，占星术的吸引力并未因此消减。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巴纳姆效应，又称佛瑞效应，人们容易对笼统模糊的性格描述感到准确贴切。
例如报纸上的星座运势说双鱼座感情细腻，多愁善感，很多双鱼读者就点头称是；说狮子座喜欢成为焦点，渴望掌控，不少狮子座也深以为然。其实这些叙述放给任何人都多少能对上，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专属于自己星座的描述。星座之所以流行，不仅因为好玩，更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自我认识和安慰的方式。当生活中迷茫无助时，读一读星座运势，仿佛有位老朋友在耳边指点迷津。水逆要来了，本周避免冲动投资，金星加持，适合表白示爱。这些建议也许笼统，但却给人一种莫名的踏实感。更有趣的是，越是充满压力和不确定性的时代，越多的人转向星座寻求慰藉。在高度数据化的现代社会，青年人每天被 KPI 和演算法驱使，反而愿意信点冥冥中的安排，好暂时卸下自身的责任重担。正如有篇网络文章所说，在愚人和智者都茫然的年代，我们宁愿自嘲一声玄学 wise， 把决定权交给神秘力量。占星正是这种心理机制的产物，半信半疑，但宁愿相信。毕竟，如果星辰的指引能带来哪怕一点点心安，那又何乐而不为呢？谈到预言，我们不能不提历史上最著名的预言家，法国的诺查丹马斯。他的名字几乎成了预言的代名词。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位医生出身的占星师就写下了一本让后世疯狂解读的预言集《诸世纪》。这本书可以说是预言界的千年爆款，从1555年首次出版以来，不断再版流传，被誉为史上最畅销的预言书。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以4行韵文诗的形式写就，每首诗预示一个未来事件，他用词晦涩隐晦，往往只给出地名、年代或象征意象，仿佛故意让人费解。然而，每当历史上发生大事，人们总喜欢拿他的诗来对号入座，结果常令人瞠目。举几个经典的诺氏命中案例。伦敦大火，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中第2卷第51首写道：正义之血将在伦敦被要求偿还，6×20+6的年份，大火从天而降，烧毁古老的城市。这段诗文提到的6×20+6被解读为66年，对应1666年，而大火烧毁古城正是指那一年伦敦发生的特大火灾，史称伦敦大火。事实上，1666年的伦敦大火几乎将全城烧成白地，被认为是上帝对伦敦人罪孽的惩罚。诺氏在100多年前似乎预见了这场浩劫，实在令人震惊。希特勒崛起、二战，在另一首诗中，诺查丹马斯提到来自西方的幼师 Hitler 将率领军队横扫欧洲等等字眼。诗中出现了 Hitler 这个单词，与纳粹德国元首 Hitler 希特勒仅一字之差。很多人据此认为，诺查丹马斯早在400年前就点出了希特勒其人，以及他将挑起的大战。幼师被解读为出身奥地利的希特勒初登政坛之年轻，西方指德国位于欧洲西部，而希特勒煽动的狂热军团果然燃起了覆灭半个欧洲的战火。虽然也有人争论诗中 Hister 其实指多瑙河，古称 Hister， 但希特勒粉墨登场，世界大战爆发的剧本与诗句惊人契合，还是让人不寒而栗。911事件，诺氏的诗迷们声称，他甚至预言了21世纪的开端之殇2001年911恐怖攻击。有人在诺氏诗集中找到这样的句子：天空将降下熊熊火焰，浓烟遮蔽，新城的巨石在瞬间倾塌，古老的国度陷入战乱。诠释者认为，新城暗指美国纽约，巨石倾塌对应世贸双子塔崩塌的惊人画面，天空火焰则是劫机客机撞入大楼引发的爆炸。如果真如所言，那诺查丹马斯岂不是连现代恐怖主义都提前目睹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关于911的诗句并未明确出自诺氏，有学者考证这可能是后人杜撰，但民间相信预言的人还是乐此不疲地将事件对号入座，宁可相信诺神的千里眼横跨了5个世纪。实际上，诺查丹马斯的许多预言因隐晦难懂，有极大弹性空间去验证。有人说他的书像一面魔镜，你想着什么就能从中看到什么。即便如此，诸世纪仍长盛不衰，每逢世界局势紧张，
或逢重大年份，如1999千禧年、2012世界末日传闻等，诺查丹马斯的名字就会重新被热炒。他预言集中那句1999年第7月，恐怖大王自天而降，更是一度引发末日恐慌。虽然1999年地球安然无恙，但有人辩称诗中历法换算有误，恐怖大王其实在2001年现身，暗指911事件。可见预言的魔力在于人们的相信，无论准确与否，人们愿意相信古老的诗句蕴藏天机，而且在大事发生后总能找到巧合印证，这反过来又强化了预言的传奇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诺查丹马斯并非只关注他当时生活的中世纪，他有大量诗篇描绘远至3797年的未来。按照他的蓝图，人类历史将持续到公元3797年才走向终结，所以至少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他的预言还有货。一些研究者试图从中解读出第3次世界大战或世界秩序重组的线索，例如有人将诺氏某些句子解读为2025年至2028年间将爆发全球性大战与灾难的暗示，甚至细节到亚洲可能有大国冲突等等。但也有不同版本，众说纷纭。究竟诺查丹马斯是否真的看到了21世纪的图景，还是后人用牵强附会把他的诗套进现实？或许只有等未来成为过去，我们才能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句说的就是那件事。除了诺查丹马斯，20世纪也诞生了几位世界知名的先知。这些人的预言风格和故事各异，但共同点是在民间拥有大批信众。他们的传奇让预言这回事更加扑朔迷离。比较著名的有盲眼龙婆、巴巴万加、印度神童阿南德、巴西预言家朱瑟里诺等等。我们重点来说说名气最大的巴巴万加。巴巴万加 Baba Vanga 是保加利亚的一位盲人女性预言家。她原本只是乡间一位普通妇人，幼年失明，但据传她在失明后获得了预见未来的能力。20世纪下半叶，巴巴万加在保加利亚乃至苏联地区小有名气，许多达官贵人慕名前去请教他。随着冷战结束，他的预言故事也传到西方世界，大家亲切地叫他盲眼龙婆，因为他是盲人，又像神话里智慧的龙婆婆。传说巴巴万加医生预言了上百件大事，成功率极高，有说法称高达 80% 以上。虽然他在1996年就去世，但他生前留下一系列对未来的预测，涵盖直到公元5000多年。网络上流传着他命中的事例清单，比如苏联解体、斯大林之死、车诺比核灾、戴安娜王妃车祸，甚至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等等，都据称被他提前指出。更轰动的是，他据说在1989年就预言了911恐怖攻击，美国的兄弟将在钢铁之鸟的攻击下倒下，无辜者将长眠，双子冠冕被毁，这被解读为双子塔被飞机撞毁。还有，他曾说过第44任美国总统将是非裔，结果奥巴马当选印证。当然，这些传言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因为巴巴万加本人并未留下文字，他的预言多是口述，后人整理的版本难免失真，但信众们深信不疑，将他奉为现代最灵验的先知之一。那么巴巴万加对当下这几年的预言是什么？随着我们即将踏入2026年，他生前留下的一些涉及2020年代的预言再次受到关注。据坊间整理，巴巴万加对2026年有如下几项惊人的预测：天灾频发，巴巴万加预言2026年将发生多起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他提到地震与火山爆发的可怕组合，再加上极端气候，将对全球约 8% 的地区造成严重破坏。这 8% 听起来或许不高，但别忘了，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海洋，陆地总面积也就 29%，8% 陆地相当大片了，可能涉及好几个国家。他没有明指灾难的确切地点，只说可能出现剧烈的地震或连锁的火山喷发，甚至巨型海啸、龙卷风。同时，极端天气会肆虐，例如超强飓风、洪水或干旱，让世界陷入困境。虽然我们无法验证他怎会知道这些，但想到近年气候变迁引发的异常气候与地质灾害频繁，2026年确实需要提高警惕。世界大战隐现，在全球局势方面，
巴巴万家最令人不安的预言是关于第3次世界大战。他据说看到2026年迎来混乱的局势，预见一场涉及主要强权的大规模战争将在这年爆发。更具体的说法是，世界几个大国会卷入冲突，战火蔓延多个大洲，引发政治极度不稳和全球紧张升级。这让人联想到当前的地缘矛盾，难道欧洲的战事可能升级，或是亚洲出现新的军事冲突？巴巴万家尤其提到大陆将接管台湾的预言，这无疑影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可能在2026年出现统一的巨变。作为台湾人，听到这种预言难免心惊，但我们姑且记下，且看未来发展。他还暗示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很可能与他提到的世界大战有关。如果这些都成真，那将是2次大战后从未有过的全面冲突。冷战阴云似乎要重现，而且更为凶险。经济危机与动荡，有说法称，龙婆还预见了第3次全球金融危机，或许正是战争导致经济大乱，股市崩盘，货币动荡，人民生活陷入困顿。他没有细说细节，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上述大战预言兑现，经济大灾难几乎无可避免。此外，他对社会秩序也有悲观预测，认为2026年人类社会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混乱和转折，传统秩序瓦解，新势力崛起，外星人现身。最富戏剧性的一项预言，莫过于人类将在2026年与外星智慧文明第一次接触。巴巴万家据传说，2026年11月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飞船来到地球上空，一些外星生物将降临地球，让人类首度面对面接触外星智慧。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情节，但在预言清单中它赫然在列。龙婆甚至相信那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可能从此了解到地球以外的生命，开启新的时代。不知道到时是 ET 般和平友好的界面，还是独立日那样的入侵。总之，他已经把这个时间点画出来了。如何看待巴巴万家的这些预言呢？支持者会说，他以前的神准记录摆在那，比如他预测了2025年缅甸8级大地震的传闻，注：缅甸大地震已在2025年3月发生，规模 8.2， 造成数千人罹难，恰如他所言。又比如前面提到的911、奥巴马之类。批评者则认为，巴巴万家的预言很多没有根据。他的亲侄女克拉西米拉曾出面表示，外界流传的大部分龙婆预言都不是他原话。确实，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龙婆预言多半经媒体二手渲染，真假难辨，所以我们既不能全信，也不必全斥，就当做一种参考和警示。也许未来真的潜藏风暴，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另外，还有一些现代预言人物值得一提。印度神童阿南德，这位号称神童的印度少年，在10来岁时就在 YouTube 上发布占星影片，预言了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他在2019年就预告2020年下半年将有重大病毒危机。后来他也多次对世界经济疫病扩散提出警示，虽然有中有不中，但仍受到不少追捧。他最近一次引人注目的发言是警告2029年前后可能再有全球灾难。至于详情，他让大家自己揣摩占星走势。还有巴西预言家朱瑟里诺，自称托梦得到启示，曾多次写信给各国政府预警灾难。他宣称在2006年就置信预言2025至2026年会爆发致死率 88% 的马宝病毒疫情。虽然他的名气和公信力饱受质疑，但他预测的事件有部分也发生了。例如日本某演歌歌手去世日期，他据说提前说中。这些形形色色的预言家，有的被奉为先知，有的被斥为神棍，但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预言奇谈的一角。我们审视他们的话语，既要保持好奇，也该持有一分理性。正如网上一句调侃，世界不缺预言，缺的是将信将疑的听众。聊完这些预言传奇，我们终于要把目光投向眼前。2026年，这个让许多人既期待又忐忑的年份。或许你已发现，无论莫小琪、诺查丹马斯还是龙婆巴巴，明里暗里都对近年做出了不祥的暗示。而在占星界和命理界，许多专家也不约而同指出，2026年将是充满巨变和挑战的一年。
我们不妨综合东西方的观点，看看星象和玄学们如何为2026年把脉。首先从西洋占星来看，2026年的星象可谓百年一遇的大戏之年，有几大重要天象值得关注。土星与海王星合相，西元2026年2月，象征现实考验的土星将与象征梦想幻象的海王星在白羊座精确相合。土星和海王星合相的周期大约是每36年一次，而发生在白羊座更是极为罕见的组合。上一次土海合相可追溯到1989年，在摩羯座。那一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在即，世界格局大变。这次换在冲动火热的白羊座合相，许多占星师认为是新旧秩序剧烈碰撞的象征。知名星座专家艾菲尔老师就示警，2026年2月的土海合相可能重演2025年3至4月发生过的灾难与动荡。事实上，回顾刚过去的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爆发了瑞士 8.2 级强震，超过5000人罹难，连邻国泰国都受波及，曼谷高楼倾塌，而那正是土海第一次接近合相之时。所以艾菲尔断言，2026年2月土海再度汇合，极可能引发类似的大地震或重大灾害。上一次怎样，这一次就怎样，听起来宿命，但占星师相信星象循环自有其节律。更令人心惊的是，土海合相不仅意味天灾，还意味人类理想与现实的对撞。海王星代表理想和欺骗，土星代表现实和收缩，两者在白羊座合体，可能意味着一些美好的幻梦会被无情击碎，国际间可能出现理想破灭、合约毁弃的事件，例如某些和平协议可能撕毁，某些乐观的经济预期突然破灭。总之，土海合相是一剂清醒药，但味道往往很苦，我们不得不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六星连珠奇观，2026年2月底前后，天空将出现难得一见的六星连珠。占星师观察到，2月下旬包括木星、天王星、土星、海王星、金星、水星等6颗行星会在黄道上相对集中于不到30度的弧度范围内，也就是说，夜空中六星看似排成一列，闪耀同一片天区。这种行星大集合被认为会极大强化星象能量的影响。上一次类似情况出现在2025年4月，那时美国总统重新上任的川普政府推出强硬关税政策，结果引爆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当时股市大跌，美元汇率狂飙，不少国家的经济受到冲击。艾菲尔老师提醒，2026年2月底这波六星连珠星象与当时如出一辙，要特别防范金融巨震。他建议投资人最好在农历年前约阳历2月中旬见好就收，该获利了结的就别贪心，以免六星连珠来临时市场雪崩而措手不及。对普通人来说，这段时间也不宜冒险进行重大财务决策，以观望为主。此外，六星连珠期间人们情绪可能会受星象影响变得紧张易波动，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随市场恐慌而做出不理智行为。以上只是2026年年初的星象预警，往后展望全年还有几项重要趋势。天王星换座，象征突变与革命的天王星将在2026年前后从金牛座移入双子座。天王星在某个星座停留约7年，每次换座都会带来集体意识的转变和科技领域的突破。它在金牛座期间，我们经历了金融体系的动荡，如虚拟货币兴衰、价值观的重估，如环保与经济的拉锯。当天王星进入聪明好奇的双子座后，预计会引发信息领域的大变革，人工智慧、通信技术可能迎来爆炸式发展，同时也可能带来谣言满天、资讯战愈演愈烈的副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从2026年开始，人类社会将进一步迈向高度互联与高度撕裂的矛盾时代。冥王星入水瓶，主宰深刻变革的冥王星在2024年正式进入水瓶座，并将在水瓶座持续20年之久。2026年是冥王星在水瓶座的初期，这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塑与社会运动的高涨。上一次冥王星在水瓶座是18世纪末，彼时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民主思想兴起，打碎旧王权。如今冥王再临水瓶，
我们或许会看到新的革命形势，可能是科技巨头的兴衰轮替，可能是社会底层通过网络凝聚推动改革，又或者是威权体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水瓶座象征平等、博爱与反叛，冥王星则彻底的毁旧立新，两者结合，预示未来几年世界各国的社会运动和制度变迁会此起彼伏。2026年作为开端之年，一定会有某些标志性事件发生，让我们感受到新时代的地火在喷发。听完西方占星的分析，再看东方传统命理，更加印证了2026年的不凡。中国农历2026年是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这一年天干丙火，地支午马，五行上天干地支皆属阳火，可谓双火叠加。民俗专家形容，火年来了，火力全开。火代表什么？火象征爆炸、战争、火灾、地震，在人际上也意味着冲突、怒火、对立。丙午火马之年，整体氛围容易偏激躁动，从天灾到人祸都可能火药味十足。台湾的命理师杨登科老师直言，2026年火气更猛，不论天灾、战争或政治局势，都将进入高度动荡的一年。他指出，火马年全球政治情势恐更趋紧绷，各国对立升级，战争风险上升。回顾上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一年发生了震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整整10年浩劫开启，传统秩序被颠覆，数千万人受难。再上一次的丙午年是1906年，正值清末乱局，也是战火频仍、瘟疫肆虐，清朝末年瘟疫流行的时代。而更早的历史记载中，丙午丁未这相连的2年还被称为赤马红羊节。传说每逢火马年、火羊年连着出现，大难临世。例如北宋时的丙午年1126年发生靖康之变，金兵攻破开封，掠走宋徽宗、钦宗，北宋灭亡。一年丁未年，中原大乱，民不聊生。近代的1966年丙午文革动乱，接着1967年丁未红色风暴，继续全国武斗升级，社会几近失序。60年一甲子，转眼又到丙午，难怪有专家发出警告，赤马红羊节又来了。尽管现在已非古代王朝，但火马、火羊年联动的不祥传说仍让人不寒而栗。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传说巧合，那就看看我们身边的征兆。最近这几年，是否世界的火气真的越来越旺？战争方面，2022年爆发了俄乌战争，东欧烽烟燃起，台海局势近年也波谲云诡，兵凶战危之声不绝。灾害方面，极端高温、超强飓风、大片野火、强震频仍，仿佛地球在发烫，脾气越来越暴躁。政治方面，各国民粹主义抬头，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更尖锐。可以说，一系列现象都在印证火象之年动荡这一点。所以，不管信不信预言，2026年都应是我们提高警觉、谨慎应对的一年。最后，我们要谈谈这些人一定要注意，2026年哪些人特别需要小心。这句话其实暗指中国传统命理中的犯太岁。俗话说，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太岁并非真的神灵星辰，而是指每年的值年岁星、木星与民俗信仰中值年神的合称。犯太岁就是你的生肖属相，与当年太岁星相冲，容易诸事不顺。在火马年里，根据地支关系，有4个生肖属相属于犯太岁行列。属马，本命年值太岁，马年出生的人在自己的年份既得太岁之力，也受太岁牵制，运势往往大起大落。因此2026年属马者运势起伏剧烈。更糟的是，午马还存在，自行的说法意味着容易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招惹麻烦。凡事要特别谨慎，提防因一时冲动闯祸。本命年讲究穿红色以辟邪，属马的朋友不妨参考，讨个心理安慰。此外，属马者在事业上宜守不宜攻，低调务实度过这年为妙。属鼠、子鼠与午马正冲，称为冲太岁。属鼠的人在马年恐怕变化特别大，
比如工作调动、搬迁移居、感情生变等等。因为冲代表冲击、对立，简单说，生活节奏被打乱，是非难免。因此2026年属鼠者要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改变。同时出门在外要注意交通安全，签约交易多留个心眼，防人事冲突或意外之灾。如果能积极运动健身，把冲劲转化为正面能量，反而可能闯出新局面。属牛，丑牛与午马相害，称害太岁。害太岁的特点是表面无大风波，但内里暗藏伤害。属牛的人2026年要防小人陷害，暗中掣肘，人际交往需谨慎，商业上尤其提防合作伙伴反目。另外也要留意身体健康，可能出现隐性疾病或免疫力下降的情况，平时多休养强身。感情上易生隔阂误会，注意沟通莫冷战。害太岁年头可拜太岁，代福化解，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属兔，卯兔在马，年属破太岁。破太岁代表容易有破损、破财、破局之事。对属兔的人来说，2026年可能遇到计划突然被打断，财务意外损失，或者友情出现决裂等破相。建议兔兔们今年凡事留后手，不要把鸡蛋放一个篮子，以免一破全盘皆输。经营上做好备用方案，财务上储蓄，以防紧急开销。感情方面学会容忍妥协，不给关系画下破裂的句点。多行善积德也是民俗推荐的化解方法之一。此外，有的说法还将属鸡算作2026年的犯太岁生肖之一，认为酉鸡在马年也有破太岁的影响。因为酉鸡和卯兔相冲，兔年余波未了，又和午马有微妙刑克。如果属鸡的朋友不放心，也可一并注意保守行事。以上几个生肖的朋友，传统建议可以在岁初去庙里安太岁或光明灯，祈求太岁星君保佑，并记得佩戴红色衣饰化煞。就算不迷信，平日多一分留神总是好的。所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厄运也是眷顾粗心的人。犯太岁年放低姿态，小心使得万年船。熬过这段时间，否极泰来，指日可待。那么有遭运的，同样也有走旺运的生肖。根据传统三合与六合关系，虎、狗、羊这三个生肖与马年相合，寅虎、戌狗与午马合称三合火局，未羊又与午马六合。因此2026年属虎、属狗、属羊的人相对受到太岁照福，整体运势较顺利。属虎者有望大展拳脚，在事业上乘势而上；属狗者人缘提升，有贵人助力；属羊者灵感涌现，创意运佳，也可能遇到良机转换跑道。不过运势好也不能大意，善用运势，谦虚谨慎，才能把好运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果。综合各方预测，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星象来看，它是新旧交替、激烈震荡的转折点；从预言来看，它被赋予了许多戏剧性的剧本可能；从命理来看，它又潜藏着个人际遇的大起大落。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预言都说了会乱，那我们岂不是无力改变？其实不然，预言的价值不在于让我们坐以待毙，而在于提前提醒我们哪些地方可能出问题，好让我们有机会避免最坏的结果。就像古人出远门前掐指一算，发现凶多吉少时，会选择多带几个保镖、防身武器，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一定会遇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言与其说是宿命，不如当做一种准备工作的提示。2026年即将展开，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也许最好的方式是心存敬畏，又不失勇气。敬畏是对天地、对不可知力量的尊重，知道自己渺小，因而谨慎谦卑，不轻启战端，不铤而走险。勇气则是明知可能有风险，依然做好自己的该做之事，不因恐惧预言而自乱阵脚。预言可以指引我们趋吉避凶，但不能代替我们活着。星辰运行自有其道，但人类也握有自由意志与选择权。我们或许无法阻止天地变迁、灾劫降临，但我们可以决定面对灾难时彼此扶持，共度难关。回到开头那几个故事，莫小琪预言了张韶涵的翻红，张韶涵自己也付出了艰苦努力，才迎来高光时刻。预言可能揭示机遇，但把握机遇的还是张韶涵本人。
同样，如果星象和预言告诉我们2026年要小心，那我们就提早系好安全带，备好应急方案，静待风浪来临时稳住舵盘。星星或许会告诉我们风向，但航行的舵仍握在人手中。最后，用一句妙语作结，预言不是用来怕的，而是用来超越的。希望当我们在未来回顾2026年时，可以骄傲地说，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我们都挺了过来，甚至比星象师预期的更从容、更坚强。预言给了我们警示，也给了我们勇气，让我们带着这份清醒与勇气，踏上2026年的征程。天上的每颗星都在闪烁，仿佛在静静诉说，谨慎前行，但无所畏惧。今天我们要聊一位预言惊人的加拿大通灵师，以及他对未来几年的惊世观察。在2025年接近尾声时，回望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大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巨变，竟早已有人预见。美国总统川普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选风暴后重返白宫，他上任不到1年，便接连祭出高关税、退出国际组织等震撼全球的激进政策。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政策举措早在川普重新掌权之前，就被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灵性导师透过遥视能力、精准预言一一权重。她就是伊丽莎白·埃普尔 （Elizabeth April）， 一位自幼展现异能、勇闯未知领域的通灵女士。伊丽莎白的传奇故事听来令人匪夷所思。相传她年仅4岁时便曾遭遇外星人绑架，亲身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或许正因如此，她自幼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声称能与高维度生命沟通，并穿越时间的束缚，洞察过去与未来的真相。她以卓越的遥视 （remote viewing） 能力闻名于世，仿佛拥有一双可以透过迷雾窥见未来的天眼。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总是渴望找到穿透黑暗的光亮，而伊丽莎白那一双灵视之眼，恰似为迷航者点亮的灯塔。在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仅5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则震撼预言视频，预告川普的新任期内将会出现哪些改天换地的巨变。如今踏入2026年，回顾过去1年川普重返白宫后所做的一切，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伊丽莎白对2025年的预言竟几乎字字应验，这让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远见。然而，更大的问题在眼前浮现，如果他看对了2025年，那他对2026年及以后所透视的未来又将是何等光景？接下来的3年里，究竟还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巨变在等着我们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不妨先从川普本人的灵魂使命谈起。在许多人眼中，唐纳德·川普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横冲直撞，敢说敢做，似乎时常打破常规，让传统政客瞠目结舌。但伊丽莎白透过灵视所揭示的画面，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在更高的灵性层面上，川普并非什么完美无瑕的救世主，相反地，他的灵魂在转世来到人世之前，竟与神签署了一份最艰难、最肮脏的灵魂契约。这份契约赋予他的不是拯救世人的光环，而是一项格外沉重的使命，成为一名混乱制造者和体系破坏者，以非常规的手段去撼动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伊丽莎白解读道，川普的灵魂在无数前世轮回中曾反复扮演着打破僵化体制的角色。换言之，这并非川普第一次当搅局者，他的灵魂似乎早已习惯了充当一只横冲直闯的公牛，冲进历史的瓷器店，把一切陈腐的器皿统统撞碎。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一世他才会选择投胎，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商人总统，来完成这份注定艰巨的灵魂契约。想象一下，在转世前的灵魂签约桌上，他毅然在那张写着最肮脏任务的契约上签下名字，这意味着他将背负骂名，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与争议的不归路，只为了执行一项几乎没人敢接的挑战，粉碎旧世界的固有秩序。或许你会好奇，既然是携带神圣使命而来，为何川普给大众的印象却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伊丽莎白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解释。她说，川普在公众面前粗鲁、激进、充满争议的种种，
不完美表现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灵性伪装。这种伪装策略就像为英雄披上一件隐形斗篷。在政治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如果川普像传统政客一样八面玲珑、温文尔雅，反而会引起旧势力的高度警觉，甚至可能在他大展身手之前就遭到精准的打击和狙杀。试想一个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完美政客，一旦他暗中计划挑战深层政府的利益，对方岂会坐视不理？相反，川普处处出格的言行举止，倒像是迷惑对手的烟幕弹。他大嘴巴般的粗鲁言论，不按常理出牌的推特治国风格，让许多精英嗤之以鼻，甚至将他看作一个闹剧式的人物。然而正是这副小丑形象，成了他横冲直撞的保护色。在众人低估与嘲笑中，川普反而得以出其不意地存活于暗流汹涌的政治角力之中，直至握有足够的权力去执行他的终极任务。川普的终极任务是什么？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就是一撕到底，挤破脓包。这个生动的比喻描绘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长久以来，我们的世界就像体内隐藏着一颗巨大的毒疮，表面上或许光鲜亮丽，实则暗藏脓血。如果继续掩盖下去，整个文明迟早要在漫长的腐烂中走向灭亡。然而过去的领袖大多畏首畏尾，不敢或不愿直面这颗毒疮，他们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只敢轻轻挑开一小口，生怕痛得民众哀嚎。然而川普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选择抓起尖刀，唰的一下划开溃烂，将所有脓血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回顾川普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操作，正如这挤破脓包的剧本在现实中上演，他毫不手软地对某些国家祭出惩罚性高关税，强硬拆解过去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他带领美国毅然退出那些他认为受制于全球主义阴影的国际组织，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生生斩断。在短期内，这些举措无疑带来剧烈阵痛，国际供应链震荡，金融市场巨幅波动，许多人一时不知所措。然而正如他说，短痛总好过长痛，他宁可让毒疮在剧痛中彻底破裂流脓，也不愿让人类继续在温水煮青蛙般的腐败中沉沦下去。伊丽莎白以凌氏洞见指出，川普这一连串一撕到底的激进行动，正是在履行他灵魂契约中的一部分。只有把隐藏的脓疮揭开，人类才有机会清理伤口，重新开始。那么被撕裂的旧系统将呈现何种景象？伊丽莎白预警我们，2026年至2028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也最痛苦的阵痛期。这段时间里，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建立起的种种体制、秩序和幻象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土崩瓦解，政治版图将重新洗牌，经济制度将被迫重启，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可能面目全非。正如富人临盆前的阵痛越发强烈频繁，旧世界的瓦解同样会以撕心裂肺的剧痛作为倒计时的序曲。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变，极可能是金融领域的一场浩劫。伊丽莎白预见到一场足以比肩1929年大萧条的股市崩盘即将来临。试想，股票市场在短短几日内狂泻千里，指数曲线如同自由落体般坠落，各国交易所一片恐慌惊呼，这将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经济不景气，而更像是一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大洗牌。许多昔日财力雄厚、不可一世的跨国银行可能会接连倒闭，仿佛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倾倒。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金融规则将在这场风暴中被强制按下重置键，经济形势会变得异常严峻，失业、通胀、资产缩水等难题迎面砸下，整个世界仿佛倒退回金融原始丛林。然而伊丽莎白强调，这场经济浩劫的目的并非让人类万劫不复，而是要扫除长久以来的虚假繁荣，为真正的繁荣腾出空间。就像一栋岌岌可危的老楼，必须在原地爆破清理殆尽，才能兴建起更坚实美好的新屋宇一样，金融崩溃也是为了埋葬扭曲腐败的旧体系，好让健康诚实的新经济体制得以萌芽。伴随金融风暴而来的，将是埋藏在深处的黑暗势力纷纷现形。这里所说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指的是一张纵横交错、隐身幕后、
操纵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黑暗之网。伊丽莎白遥视道，近年来我们所见的诸多丑闻事件，不过是这张黑网开始崩解前的冰山一角。例如，美国富豪爱泼斯坦跨国性犯罪集团的曝光，只是黑暗揭露的序幕之一。又如美国娱乐圈传奇人物吹牛老爹迪迪 Sean Diddy Combs 卷入的丑闻风暴，揭开了好莱坞名利场一角的肮脏帷幕。甚至在东方华语娱乐圈近年也爆发出种种骇人听闻的黑幕，比如知名演员于朦胧卷入的神秘事件，这些都预示着更深层的罪恶正在浮出水面。而伊丽莎白斩钉截铁的预言，随着川普任期的推进，未来几年将有更惊人、更可怕的罪行被陆续曝光，那些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权力堡垒都将受到冲击，甚至集权统治者也将颤抖于真相之前。试想，连横行数十年的邪恶富豪和明星都纷纷落马，更大的老虎又怎能幸免？或许某一天，遥远东方红墙之内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曾经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黑网中的蛛丝马迹被阳光照射，盘踞已久的黑暗势力势必走向衰亡，这将是旧世界土崩瓦解的重要篇章。然而，扮演脓包杀手的川普本人，难道能全身而退吗？伊丽莎白在凝视中看到了川普个人命运的一抹阴影。2027年左右，当他完成大部分使命，即将卸任之际，可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例如突发心脏病这类生死攸关的意外。试想那惊险一刻，全世界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屏息以待，仿佛命运女神正掷下一颗生死骰子。然而预言显示，川普最终将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或许命不该绝。毕竟他的灵魂契约尚未彻底履行完毕。熬过这场劫难后，他将顺利走完任期的最后旅程。等到任期结束，政权交接之时，也正是川普在世俗政治舞台上谢幕之日。伊丽莎白强调，川普的历史使命是拆解旧世界。当这使命完成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将画下句点。届时，无论他选择退隐江湖，还是作为象征人物载入史册，他都将功成身退，把新世界的重建重任留给后人。毕竟，他的灵魂来此一遭，目的就在于打碎旧有的壳。至于重塑新世界的美好蓝图，或许是属于下一代灵魂的任务了。那么，当旧世界的高楼在火海中倒塌，新世界的黎明将如何到来？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其实早已有新生的种子在悄然萌芽。伊丽莎白看到，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频率转变。这听起来有些神秘玄妙，但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振动频率正在提高。科学上有所谓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是地球大气层的一种电磁波共振现象，其基频约为 7.8 赫兹，被誉为地球的脉动心跳。多年来，舒曼共振通常稳定如心跳般规律，但近年来科学家们观测到舒曼共振频率时有异常波动，频繁出现升高峰值。伊丽莎白从灵性层面解读这一现象，认为地球心跳的加速象征着人类集体意识正在苏醒提升。我们正逐步从过去沉迷物质的价值观转向追求灵性的觉醒，从彼此分裂对立转向重新团结一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对神明和道德的信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向右转浪潮，也就是政治和社会观念向传统保守的回归。在灵性上看来，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与神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显化。当人们不再盲从虚无主义和极端进步主义的迷雾，而开始寻找信仰之根时，人类整体的频率就会随之升高。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交融转型的关键时刻，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新的意识正在升起。更令人振奋的是，伊丽莎白预言，随着旧势力瓦解，许多曾被深层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蓄意封印的革命性技术将重新涌现于世。想象一下，一夜之间，石油、煤炭不再是能源主角，风能和太阳能也突然显得过时老旧，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全新形态的无限能源。伊丽莎白暗示，这可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零点能源或自由能源技术，一种既清洁
又可无限自我循环的终极能源来源。这种能源一旦问世，将彻底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能源危机。我们可以畅想那情景，不用再为汽车加油，为发电厂燃煤，也无需在荒野布满风车或太阳能板。零点能装置可能仅仅一个盒子大小，却能源源不绝供给整座城市电力。从此天上的繁星看着地球，不再看到白天黑烟弥漫，夜晚灯火阑珊，而是一颗清洁璀璨的蓝色星球。人类的科技水准将因此实现飞跃式跃升，而每个人的精神频率也会随着脱离匮乏恐惧而大幅提升。因为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能源劳心焦虑，我们便有更多精力投入心灵成长和文明创造。可以说，新能源技术的解放将为新世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人类神性的回归插上双翼。伊丽莎白描绘的未来蓝图中，2030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将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这一概念将逐渐淡化，人类将走向一种没有传统国界的新形态文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回归自然又融合高科技的庄园经济模式。或许你会联想到中世纪的庄园封建时代，但此庄园非彼庄园。伊丽莎白所指的庄园经济，是指人类将以较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社区为单位，过上既贴近土地又充满智慧的生活。到那时，庞大的民族国家机器将不再是主流，每个社区就像一个个自治的小王国，却没有残酷的暴政和剥削，而是基于共识与协作运转。每个社区都能内部解决能源供应、粮食种植和废物处理等需求，再也不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长途输送。想象你所在的社区如同桃花源，一片广袤的庄园里，既有现代化的垂直农场提供粮食，也有自由能源装置供应电力。所有垃圾经过高科技系统被完全循环利用，不污染环境。人们白天劳作，夜晚仰望星空，物质充裕且精神富足。这样的图景有几分类似中国魏晋时期那些隐士田园归真的生活意境，但又融合了当今时代的高科技与高灵性追求。没有强权的钳制，没有尖锐的贫富悬殊，人类将真正成为彼此平等友爱的大家庭。科技不再是异化人性的工具，而变成回归自然而又提升灵性的助力。一切变革的核心，说到底是人类神性的最终苏醒与回归。金融崩溃也好，政治动荡也罢，种种阵痛皆是为了让人类灵魂从旧有枷锁中解脱出来，复归纯真、善良、有信仰、有道德的神圣本性。在这样的新人类文明中，或许已经没有狭隘的国家和种族之分，每个人都视整个地球为家园，把彼此当作手足，同心协力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新黄金时代。当然，以上种种展望听来既令人向往又心生忐忑，毕竟从现在到理想未来的途中，我们必须先穿越那段黑暗风暴交加的岁月。眼下2026年的脚步声已经临近门槛，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伊丽莎白强调，她的预言并非为制造恐惧，而是在黑暗中为人们提供指引和希望。正如她所言，如果不是川普将脓包挤破，人类的痛苦只会更长更惨烈。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旧系统在剧痛中崩塌，新世界的轮廓虽已隐约可见，但尚未完全成型，一切都处于动荡蜕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仿佛是一场灵魂的考试，黑暗中有诱惑，也有觉醒的契机。究竟选择随波逐流，沉沦于恐惧愤怒，还是坚守良知，拥抱光明未来，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抉择。那么作为普普通通的你我，又该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乱局中自处？伊丽莎白给出的建议朴素而深刻：保持善良，坚守对神的信念，远离邪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简单的一句话，道出在乱世中保全灵魂的关键。当经济崩盘，秩序瓦解时，邪恶的势力可能诱惑人们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但唯有不丧失内心的善与信仰，才能在混乱中挺立不倒。当某些意识形态鼓吹仇恨和暴力时，我们应当警惕远离，
不让灵魂被拖入深渊。伊丽莎白相信，良知与觉醒将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方舟，就像洪水来临时，挪亚方舟承载着正义与希望一样，在未来的狂风暴雨中，善良与信仰将是我们的避风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心中的那道光，那么即使黑夜再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此刻，2025年即将成为历史，2026年的崭新篇章正悄然展开。在这人类巨变的起点上，我们或许难免心生迷茫与不安。然而，正如古语所言，破晓前的夜色最为漆黑，黑暗并不可怕，它只是黎明前的前奏。我们有幸见证旧世界最后的崩塌，也将见证新世界的诞生。伊丽莎白·埃普尔的预言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尽管前方荆棘密布，风雨如晦，但光明的未来已在彼端等待。当这场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法置身事外，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是随波逐流沉默，亦或乘风破浪前行。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以善良为舵，以良知为灯，怀抱信仰与勇气，驶向那黎明的彼岸。相信穿越至暗时刻之后，人类将迎来浴火重生的新纪元。